四人不相信。也不少买的，也不站的，也不少，意思也少买的，也不少不少买的。想买啥不买的？买个12000的，你说就帮忙挺好。是啊，现在也喝的都挺讲究，嗯，喝的都是老喝的，挺讲究啊。走，哎，多谢多谢。我打开了啊。来看看，离太近了。这不少事。说那那什么，你开一下，要能接受我就拿着了，东西没问题，一年的老鱼，就一眼看上去就老鱼。俺是也让别人看了。啊，是啊，这种东西挺，咱有没说嘛？东西老的没问题。哎，到一个数。多少钱呢？到1万两。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10万呢。我以为你想说10万。10万，10万我就被打了。他这东西，他是个他是那个有那个馍嘛，对吧？还能喝吗？你说喝嘛了以后，我就算是这个玩意儿，就算是来收你就算是赔钱的，都没就说是还不如拿今年就是拽他。是啊，确实是这么回事确实这么回事。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带着我干完了以后，他的孩子还不愿意还就往些年咱实话实说咱不藏着掖着，因为我就是说，对于这一块是，哎呀，就很喜欢。相对来说，一般也对行情也比较把握。今年不行，今年什么都不行。你说我说够了。我现在8000，就往些年真是你要1万，我不带打给你的。你这时候你这时候要是一年就赔起1年了，我就不买了，你就缺这个玩意儿8000了，对不对？他主要不是他往后肯定行情他还好啊。今年不是你看说我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他肯定是今年不行，都缺钱。那时候行情好的时候你也不缺钱，就更不想卖。哎，越贵了越不想卖。就是。肯定是说，哎呀，你看今年没庄稼地里不行啊，果树不行，你上班不行，它是整体的，就全球经济不是很好。这现在今年是这个1块钱赚8万花，老人经常这么说，都节约着弄。我讲8000块钱我直接甩好。不行。你不能找我，要不就拿1万块钱，你找我这数来。我是真拿钱来的。我就摸的，就是更这些的，更赔的。哎呀，不是说什么我你要8000块钱是不行。你我来回一直围堵嘞。你要是就是看着完了这以后，咱说没法说这个事儿是吧？你只要想弄事以后，你多花点儿呢。你这玩意儿，你要是想弄事还得少花点儿呢。是，相中了，说实话相中了，咱不抱怨。东西一看是好东西，咱不抱怨，咱这我不跟别的事说抱怨你这东西怎么不好，怎么不没。真是。我知道他们给我说来着，你有块祖传的好玉，我就来了。他给我描述的吧，还不是很清楚。你知道这是古代是干嘛的吧？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一般人还真不明白，一般人不配有这个玩意儿。这你那做好对，起码得是大武将、大文官才有。这谁知道啊？是那时候都这么，我爷爷得这么传下来的这玩意儿。这东西以前是憋着的，刮着剪的。你想想现在人都不家里不一定吃把宝剑。你说真是，要是我的话，以后就和老那少会买那鸭腿子似的，鸭腿子那不懂的得给他3块2块，那实际上还真买着。就马脑的都得300、200的钱。对，少鱼的好鱼1、2千也买不着。你要翡翠的，那几万也买不着啊。那头家那个鸭腿子有颜色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颜色的？一个绿的。不是什么颜色的？颜色就是个绿的。绿的。卖多少钱？卖50块钱。绿的是翡翠啊，他说。他那时候他不说是翡翠，他说光说是绿的。2万也不止啊。那再早点我说这个时间。通体全是绿的。就是这么长短。我知道，就是整个全绿的。整个全是绿的。哎呦，咱外国不懂。你现在人家都知道沉默，
中国人现在人拿手不行啊。哎呀，这还有别的吗？有别的没有别的，肯定还有。那要不这么着说，你多少让呗，多少让呗，怎么着了？9000块，9000块。你这么说你再添点吧。我不添了，我都8000降到9000了。哎，你不是你这就是9000得多少这个毛点儿？我不抽烟，这你也把你看你也挺实在。他说以后按这个说，我也害怕我这面子好像搁不起啊。人家有东西的，人带来问的时候，他就来2趟了。你听我说，他也是在那犹豫，你听我说不懂的不明白来历，他肯定不跟你说出1、2、3来。啊，对呀，他没说出1、2、3来。明来的第二东西和天的没有跑，他有的连带都端不出来，那你说你怎么弄？他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要倒霉了，可不倒霉了也倒换的。倒霉了你不一定买上的。行了，我这真心想要。你这么说，你9500吧。那这盒子给我上了。盒子，行啊，你是吧？行。哎，你都这么说了，刚从银行取的，是拿够不着的，你再点的，那肯定是9500。那这种我们不用看价，就这么票。看到是这个蜡，坚韧感。为什么叫坚韧呢？看上去温润，内部却是刚硬，柔中带刚的那种感受。你再磨，反正现在人家的，你再有好的话，你到时候跟我说。行啊，我给家觉得合理了，是吧？你不是你要有东西以后，你还找还不好找呀？没有是吧？好，你要是都要认识了以后，一个多买点少买点哈，他都能摸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建制啊！很多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就大名鼎鼎的建制，而且是明代的。你看这个卷云纹啊，从上往下1组、2组、3组、4组、5组，5 95之尊嘛，5是这个数字当中比较大的，仅次于9的。边上呢是非常犀利的这个锦地纹啊，寓意前程似锦。那么这是什么呢？建制啊，就是说古代的所谓的宫廷剑啊，包括这个高古时期的青铜剑，它上面会镶玉饰，就是说呢。工艺达到极致啊！从上往下依次是剑首、剑格，然后剑质、剑臂这东西一般是用作一套。那个时候，第一彰显身份，第二呢就是说呢，作为一个类似国外的权杖的这么一种象征。所以这个东西呢，自古呢就作为权力的象征了。再到后期呢，不是说真正用到佩剑上了，而且是最后呢是用于把玩了就跟说戒指似的。最早的戒指呢，我们那个时候再早期的嘛叫射后期慢慢的演变成扳指就我们的扳指最早是射，是用于骑马拉弓射箭的。最后呢，扳指呢就成为了一种装饰了。这个也是就是说放到那里可以当个镇纸把件文房摆在那好看了。你就看大家看一下这个明代的弓到底有多犀利？这就是光漆你看上边转陀的痕迹，内部满满的砂质感你看它的线条尖浅齐沙暗对称，看见了吗？它内部的这个砂质感，当时千琢万磨方成一器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所以说千琢万磨方成一器，这与我们说君子之风暗合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玉有五德，仁义智勇节。那么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如果用一种物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只有玉玉距今为止考古已经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8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玉的雕琢件了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庙里沟文化都有着类似这个玉的传承。所以说一块传世的美玉给人的感受呢，就是庄重、温润美不胜收的这种花纹。古代雕一块有多难呢？我刚才让大家看的这个驼工，因为古代是手动的，它没法转圈它只能说一点一点的去驼，加上解玉砂一块好玉雕工精细的玉，往往雕琢年了半载甚至数年之功就想想付出了多少古人的心血在里面玉不琢不成器，明代勾云纹。建制把件我们主要是金老婆，师傅也有少。不行，没问题。这扶摇了啊？扶摇了呀？是我朋友的。
摩擦痕迹也不对，然后材质这个都没有。还做了点旧。所以改的话，这个就是明天出告诉我告诉你。顶着那热修就行，换底都能换得了。换底呢，我这个换了个狗皮，底下不是一个什么碗底，换了一个这个我看线，一下，不是妖怪了这是？哎，我这个拿不到，上面在上面，摆在上面。我这啊，这不行，这个见到底冷修啊，这是冷修，漏着胶呢。哎，反正是老底的。现在最高的技术，它能达到什么呢？因为老底和新胎啊，膨胀系数不同，烧的时候呢，太容易炸了。但是现在有高手能把它给烧成块儿，哎呦，融在一起。绝对看不出来。哦，它这个得接上去了。这个接太烂了。它这个怎么是一个整体？不，这是一个整体。这个呢？上边是一块，这个呢？与这没关系，与这没关系。从这接的，从这接的。但是这个边呢？这个呢？这切了，上边切了。哦，把这切了，这搞个底上去。对，这是老，这是老。上边是新，底下是老。啊，对啊。但这个底也切了，上边也切了，把它粘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估计你收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很脏，对不对？然后后来你一洗，发现了，肯定的，人没跑。这个整体个底，它可能大了一点，把它切了一点。底也切了，顶也切了，两切怼到一块儿。切到底。我讲喂，对，我讲。古代那种大中医馆的药碾子，连那个把都老灰酒应该是。这个地方就是人杰地灵，到现在依然有中医馆的传承。这东西，最后问问他多少钱？关于它大概是就31平，最顶的。这就不对，这种就不对，应该仿个名1000起左右。平方也不对，在55万到60万。这种对的话都很贵，好几万起。太深了，底太深了，铺的也不好画，看着挺细吧，实则非常呆吧，拘谨不洒脱，就是过于工整的那种感受，过于工整。还有这个口，这个口也做的不对，可能早期做的不是很好。我讲你可以打不反过来，也不能看出他拿照做不了。这东西也不行，这对的话，淘气口底胎做的太过于尖锐。然后跳刀痕，青花呢非常的污浊，画工呢没有力度。康熙那时候力度钢筋铁骨一般，这不行。然后这上面看着很脏很旧，这都是做旧。这人物你看，明显比例失调，现代开眼，过于谄媚啊。这上面这刷的这个做的类似火石红但这油腻过于均匀，没有过度。东西一段时间出来以来，路过好多地方，也是陆陆续续收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每件东西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因为为什么？很多时候就说东西又便宜，你看画的又好，那东西不对。你看那个东西吧，又老，画的又好，价格天价买不了。你看那东西又老，价格又合适。画的太差，就是落分太低，做工太差，不值得收藏，那就得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值得珍藏，价格合适我们才会去。所谓只买好的，只买对的。关键是这是我的要求，对于藏友来讲，藏友一句话叫什么？买到真品就是漏，林林种种。你像这老板也在做，是吧？很多时候也是没办法。大伙有52万了。你看这种的。一眼就是明代空白漆是什么？正统景泰天顺这有一个识别的方法你看这个云气纹云气纹特别明显，有人也叫云长手，这种对的话都是空白漆的，这就对了。但这东西一上手头就不行。这种所谓的云气纹正统景泰天顺，朱祁镇、朱祁钰、朱祁镇，正统。和天顺是一个皇帝，对。所谓那个土木堡之变，有好的而且还很贵，那这不行。这看明天过两天有人看完看。这个一对，这个一起给你，这是一套，8块钱，我拿过，真的不让你考虑，我开的高一不行，得开玩笑，简直是真的，我就是7块拿着，8块钱，看不看？我就看着这个发色好。我就不开高，能当个文房。开高一个联系过不去，跟联系的话这一个。第二个呢，你开高卖不掉，人家讲的是。行吧。现在不好掉的，现在是一塌糊涂。还给你。所以我开的第一点，
他真的他不要我就不能转。开考给是这个别的吧？这转给你。转这什么？这是。张鹏。对。过去了吧？那下次到山东去玩玩。行，济南啊，济南，山东大着了，你跑别的地方我过不去。哦，应该都可以。好，这里行。这行啊，这可以。这样我们就不会。好的，感谢。好的，走了哈，老板。哎，拜拜。好，再见。那就啊。别看这个东西，给大家。别看这个东西，为什么非得想？其实古代制作这个东西的难度并不低，关键呢还有一个研磨棒，瓷的，一般很少有这个东西。我说难在哪里？明代宋应星在《天生开物》里说，其一胚之力，72道工序，其中详尽内容尚不能言明啊。也就是说有72道工序，每道工序里边的小细节是不能完全说明白的。你看见这个施釉啊，里边不能施釉，它只能施着半截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在蘸釉、要荡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技艺。那么里边呢，必须弄成磨砂状啊，以便于研磨啊。再一个那个底呢是平底儿的。为什么用平底儿？不是圈足。很多碗什么的为什么是圈足？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平底儿放这边，研磨的时候更加稳固，而且呢，胎体必须厚重，不容易破了。少啊，并不常见。再一个呢，上边是画的全是帘，勾帘，就是说清中期，咱都说一到嘉庆以后呢，就自然勾帘了。清中期的胎质其实非常细腻。现在呢我们第一可以沉下来呢，非常漂亮。第二呢，可以用作一个水仙盆，甚至一个笔洗。你看当时制作的这个胎体有多么的厚重。再一个这种莹润的程度，所谓的那种如凝脂如玉质一般那种温润的感受没有说几百年是出不来的。这段时间出来基本上逛遍了整个小半个中国吧，每个地方都收一些东西。后期慢慢的跟大家去讲，有些时候呢来得及呢就给大家录一下。200万你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我这种高质量？老先生，我早知道你要是来找我鉴定的，我绝对不让您跑这么远。您直接上平台去找我，发几张图片就搞定了。但是有一点，老哥，您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给你看东西，无论真老，就是我说的，无论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有好多老先生，您想想，您从加拿大回到北京，再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在看的电视上有这个有一说一。你怎么看这个玉璧？这个玉璧的，我自己的年份是哪的？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说什么？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这不是亲，这是玉自带的。它是自己发出，自己带的自己。那么在磨坊的时候，会找一块带杂色的玉，自带的杂色，它不是也是一种沁色，它叫原生沁，就玉的那个原生沁。你靠近了看一看，这种叫原生沁，它不是说后期慢慢我们在入土或者是有水渍什么水银沁土沁等等各种沁吧，它这种呢叫原生沁，玉本身就自带的沁。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你说这个沁看着很自然，它当然自然了，它本身就带了，千百万年来，它在那个就是它没被开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沁色了，它会选这么一块料子，然后呢再去进行琢磨。第一，您说这个光切已经很柔和了，确实是可能有人都盘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我看不好的地方，第一，它这个边缘咱说的有点肉。圆滚滚的有点肉，古人做的玉璧一定是很细腻的。这种细腻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工具原因造成的，它会很干脆。古人的脑子里它不是跟我们现在照着那块玉一点一点的去弄。古人是胸有丘壑的，这心中知道怎么去做。第一呢不够犀利，第二呢咱看这个内部，这内部这个孔这个孔道，这个痕迹也不对。快速工具，它不会很老，因为老的这个里边的话，它会呈现的那种管断的痕迹。再一个呢，这个边缘呢也有点这个肉，
说的肉就是不够犀利。咱们老想着现在电动工具会不会很犀利？恰恰相反，电动工具雕出来的感觉很绵软。再一个呢，咱看上边这字哈，这字全都是机器雕出来的，都是现在就是说沙坨一体的东西磨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小电钻吗？小电钻上边会带着那种就是合金的小颗粒，那叫沙坨一体磨出来的。古人的话呢是，有句话叫什么呢？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切一边搓，一边琢一边磨。一块好的玉璧在古代可能都能达到2-3年之久，现在制造一块玉璧，用心的去做，也用不了个10天8天就做完了。简单的像这种可能一上午就给你做出来了，它并不像古玉那种真正的那种光气，它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要微观的去看，就是说这是字体内部都是崩塌不断，这个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古代说一点一点的加上解玉砂，拿那个这个咱说的这个火炬磨，而是这个直接到底的话，玉呢比较硬，两边就出现崩塌，而且呢阴刻线内部呢没有砂质感全部都是说直接一下到底的他刻这么多字，这个人也挺费劲的也用了点心思，但是呢工艺是我这样一说，你可能就明白。我觉得这个您买的应该不是特别贵，单带着文字的200块钱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都是仿那种高古书，这么远来的，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吃一肚子气回去了，我心里于心不忍。怎么去？不会去这横道里走，关键是您这么远来的，我这车怎么200块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200块钱，我怕您花2万，甚至您知道有的朋友为了一块玉，可能花好几万，10好几万，你能接受得了？张老师，后来的小孩还一点都不理解。好，你像这一个的话，就是叫做蒜头饼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个青花这个晕染，包括上面这个铁锈斑都不明显，它形成的其实这种是青花的聚集，并没有吃胎。其实这个都不用看底，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就怕了。底的话还带着现在铝板，现在就不是以前的那种电饼，现在一种铝板，特别那时候有的会把它发出去，这还带着那种铝板。我教你一招最简单的，这大家记住这一点，有很多时候如果说近几年好了，一个紫光灯可能我们都能一看出一个端倪。紫光灯以前1年最早的1年，现在基本上17号我们会看出线，其实紫光是能看出包浆来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上面有一种包浆，你洗都洗不掉，它会出现一种荧光。那这上面呢，全是水光，你看不出来的，没有东西的我现在手中没有老的东西，老的一照的话，这个包浆是一片一片的。就说我只能用这种，这个也有，这不是这荧光的，这个都是这不是粘的泡沫吗？不是，你看，这不是这个吗？它会呈现一片一片，就是说，就好比说人身上的灰色。但这种是都经历几百年形成的，所以说这一位是仿明代也是有些时候没办法。可以，没问题。老板所谓的市场，您是一市场，我没有在那个资金上一块看你。哎呦，这个对的话，那就你这说呢也怕您接受不了，接受了，没问题。你说像这一件花楞的这一个，咱从这个款式上去说的话，大明宣德年制，这个写的力度就非常欠缺一些。有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到了民国，它会去仿明早期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它这个底呢，既不符合晚清民国时期的特征，又不符合这个宣德时期的特征，而且呢，青花呢比较飘，所以这一个遗憾，就是有些时候鉴定很残酷，
有很多时候就拒绝了，看不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咱在这边来说看不了，让人家笑话。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遗憾，我也非常希望这能够参与。对，就是不知道宣传好的情况，是有人说我上你小孩去，但这个情况不是，有的时候就是看您也是，甚至有的时候很多都骂我们道理不懂啊。没办法，这个是受制。也不往两小时间走。去年陆张老师，原来讲也还是一点都不理解。好。你看了吧？我能不懂吗？你看看这些东西。是啊。你看，看着好少了。我就是他这推磨上，这底下还一层磨的，还一层的。这很多人都不知道了，这个芽苗的这玩意儿。还有一个啥的，一个那个拿前天连就拿下一个纸的，他拿走的。你看，这才是个宝贝的，这才是个宝贝的。还真是。这从前老的脚留下的，我没个时的卖，我现在我留到现在了，你小心了，别掉地下。没事，奶奶，我看看这个看看，老不老啊？可是多少年了，我都知不道什么时间了，这是雨的，这是留下的，真是雨的。老坑翡翠。哎，你看你值多少钱呢？奶奶，你想卖多少钱呢？想给你要1万，就要大价，买的什么是啊，我这最好的了，我这不旅游嘛，我就保留的不算不错了。是不孬，品质确实是不孬。你给我多少钱呢？我觉着5000块钱，这是我心里不平衡，专不要来收古董的。我知道啊，但他们肯定也出不了这个价。出不了这个价，收这个价我也不卖了。你看行吧？你喝嘛？奶奶，我是能保存到现在也不容易，但是按照现在市场价，今年行情也不好，往了年我能多出点，今年行情也不好，你这样行不行？你要看就7000块钱。奶奶，要不说1万了，你就有7000块钱，多少年的了？你看，还不100年的这个东西。是，俺妈都119了都。好，真是高手。俺娘家妈119啊，真是高手。你这不什么算了，你就出不我这个价，我就不想卖了。你看看吧，你喝嘛，我也喝嘛。我咱都不想什么了的。行，那奶奶，那你先留一留，我再考虑考虑。喝嘛不行啊，咱弄的什么了？回来咱喝嘛，我也不能说有我那个价，也不能说人家，咱得。奶奶，7000块钱不行，出不来，卖不了。奶奶这么着吧，我看你也挺怂的，我就多出一口6500。哎呀，我就少卖6500，我就少卖6500，我就拿着了，我也不跟你什么了。反正我来一趟不容易，我这边来的少。这边来的少，但是呢，我这个价，我这个少可值这个钱的。是啊，也值，但是说，你说奶奶我不能。你少给我200不行吗？咱就6500。哎呦，你这个价呢？好嘞，这么着呗。就这么着吧。这么着呗。你说6500，我就。这我明白。你实在把我明白这个事。就6500，我就什么了就。你给我钱，我再把东西进去。行，你放心，奶奶，我这个错不了。啊，好嘞。你看着我数啊，我数完了你再数。对。成交了就6个，不能多买了，不能多拿200吧？你听我说，奶奶，你先点一下，我再跟你说。咱这个东西啊，我给你这样，我知道你不容易，我来一趟也不容易。这个东西真不孬。这300不是活的钱，这我是单独我给你的，这样行吧？你看。咱活是活，这人情是人情的。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我知道。行的，奶奶。好嘞。那你要是有别的需要卖啥，到时候我转悠过来，我再找你。哎，我再找你，我人知道。咱们什么？行。好嘞。行，奶奶，那俺走了啊。走。收到完整和田玉镯子或者翡翠镯子，非常非常的少。我见过很多镯子，
要不东西不老啊，要不老东西添加，要不老上边都带着铜箍啊、金箍、银箍都已经坏掉了。那么这是一个老空翡翠的镯，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在古代的话，翡翠啊特别深受慈禧太后喜爱以后，那么就迅速的在中国热起来了。翡翠呢又称为硬玉，和田玉这么硬呢，反而称为软玉。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知识啊，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就翡翠的硬度比和田玉还要硬。那么在古代去雕琢这一个翡翠的时候是非常难的工艺。翡翠其实是专业的讲是2个颜色，翡是翡，翠是翠啊，翡是红色，翠是绿色。那么在古代呢去选料的话，这么大的一颗翡翠是非常费料的。我们买一个翡翠的老镯子，完全是咱买的老坑翡翠的料，第一是料，第二它的工艺。君子有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你去在琢磨这一个玉镯的时候，不但要用说管钻去给它掏孔，还要用到什么呢？剪玉砂啊、兽皮等等等等，一点一点磨出来，而且还得是个正圆，均匀一致，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所以说能传流到下来非常非常的少。你想找一个完完整整一辈一辈当做传家宝传下来的，少之又少。那么这种一般都是古代达官贵人，然后这些贵族啊、八旗子弟啊、大户人家才能够传下来的传家之宝，难得。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这种故事，欢迎。